沉默失业第90天，接到一个300公里的跨城订单，乘客刚坐进后排，他就从后视镜里认出了对方，那是3个月前亲手裁掉他的老板赵海。赵海却没认出他，只觉得司机有些眼熟。毕竟裁员那天，赵海一口气送走了47名员工，沉默只是其中最安静的一个。一个连离职群都没骂人的程序员，确实很难给领导留下印象。更巧的是，赵海上车以后一直在打电话，炫耀公司即将签下一个价值3000万的物流平台项目。他不知道，那个项目的底层架构正是沉默当年熬了7个通宵搭出来的。他更不知道，公司为了节省补偿金，把沉默优化掉以后，顺手也把唯一看得懂核心代码的人优化没了。车开到高速服务区，赵海的手机突然响成了报警器，公司系统全面崩溃，数万笔订单同时消失。甲方把最后通牒拍到了桌上，技术部20多人忙成了一锅粥，却连锅底在哪儿都没找到。赵海急得满头大汗，沉默只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电脑屏幕，便看出了故障原因。3个月前，赵海用一句公司不养闲人，把他赶出了写字楼。3个月后，这位不养闲人的老板正坐在闲人的网约车里，等着闲人救命。沉默把车稳稳停进服务区，先结束订单，收下386元车费，又打开刚注册的个人工作室页面。技术抢修按小时收费，基础价5000，周末3倍，前老板专属心理损耗费再翻1倍。赵海终于认出了他，那一刻，赵海的脸色像服务器宕机后的监控大屏，由绿转黄，再由黄转红。沉默没有幸灾乐祸，他只是平静地坐在驾驶位上，等着对方选择。成年人最体面的报复，从来不是掀桌子，而是把报价单推过去，让对方自己签字。20分钟后，3万元到账。沉默用17分钟修复了故障，又花3分钟写了一份说明。赵海看着恢复正常的后台，第一次意识到，当初被他称为成本的沉默，其实是公司最贵的那根保险丝。这一单成了沉默人生的分界线。3个月前，他还是年薪40万的高级开发工程师。公司裁员时，老板说他年龄偏大，思维固化，性价比不足。沉默35岁，头发只秃了一小块，却被人说得像一台等待报废的老式电脑。他投了200多份简历，面试了17家公司，有的嫌他年纪大，有的嫌他工资高，还有一家20岁的招聘专员认真询问他未来5年的职业规划。沉默当时很想告诉对方，他连下个月的房贷都规划不明白。失业第67天，家里的存款只剩8000多元。妻子林婉在连续3个月的争吵和失眠后，拉着行李箱回了娘家。他没有卷走钱，也没有带走那辆旧车，只留下了一份已经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。林婉并不是突然变坏，她只是被房贷、孩子的学费和看不到尽头的日子压垮了。可理解归理解，那扇门关上的瞬间，仍然像一把钝刀，切断了沉默对原来生活最后一点幻想。第2天，他注册成了网约车司机。曾经的同事得知消息后，有人同情，有人惋惜，也有人在背后感叹高级程序员最终还是变成了高级方向盘工程师。沉默没有解释，他每天早上送女儿上学，白天投简历，晚上跑车到凌晨。困了就在停车场眯20分钟，饿了就啃面包。唯一的豪华配置是一壶从家里带出来的热水。开网约车的第1个月，他拉过醉酒的销售、失恋的大学生、破产的小老板，也拉过一边骂程序员一边催程序员修系统的产品经理。这些乘客让他发现，中小物流公司普遍还在用微信群派单，用电子表格对账，用截图确认回单。司机一天要在10几个群里来回翻消息，老板月底对账时，表格多的能拼成一床电子棉被。市面上的管理系统不是太贵，就是复杂的像飞机驾驶舱。50岁的货车司机打开以后，常常不是不会操作，而是不敢碰，生怕按错一个按钮就把整车货发到国外。沉默第一次看见了被大公司忽略的机会，他用那3万元抢修费交了房贷，剩下的钱买了一台2手服务器，白天跑车收集需求，晚上写代码，凌晨测试功能。别人开网约车靠里程挣钱，他开网约车顺便做市场调研。每位物流老板都是移动的需求文档，每位司机的抱怨都是免费的产品建议。21天后，他做出了第1版系统，没有华丽的大屏，没有满天乱飞的数据，也没有所谓的人工智能赋能生态。整个软件只有4个大按钮：接单、导航、回单、结算。按钮大的像是专门给手指上过工伤保险。第1个试用客户是周远，一家小物流公司的老板。周远本来只想照顾一下这个会写代码的司机，没想到系统上线第1天，派单时间就缩短了一半。第3天，司机能自动上传回单。第7天，系统查出一笔重复结算，为公司追回6万多元。1个月后，周远付了15万元。沉默盯着到账短信看了很久，他没有欢呼，
只是去菜市场买了半斤排骨。失业以后，他第一次给女儿做了顿像样的晚饭，女儿吃得满嘴是油，他却躲进厨房红了眼睛。那15万元不是救济，也不是运气，那是生活在连续抽了他90天耳光以后，终于递来的一张收据，证明他的能力还没有过期。周远又介绍了3个同行，3个月后，系统有了50多家付费客户。陈默注册了微光科技，办公室只有40平方米，桌子是二手的，椅子是从倒闭公司淘来的，门口的绿植则来自买办公桌时老板赠送的塑料盆栽。公司最值钱的装饰是墙上那块旧工牌。陈默招的第一个员工叫刘启明，42岁，刚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掉。刘启明面试时十分紧张，简历里写满了服从管理，接受加班和薪资可谈，仿佛不是来找工作，而是来申请宽大处理。陈默只让他看了一段代码，刘启明在10分钟内找出了3个漏洞，其中一个还是陈默自己留下的。第二天，刘启明正式入职，工资比原公司还高。此后，微光科技多了一条规矩，不以年龄筛选技术人员。陈默很清楚，程序员过了35岁不会自动失去智力，只会自动获得房贷、颈椎病和更精准的风险意识。公司刚有起色，第一次反转便来了。一家名叫迅达云的大公司推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，连按钮顺序和提示语都没改。迅达云的负责人正是陈默以前的同事孙浩。孙浩当初靠汇报能力当上主管，最擅长的技术不是编程，而是把别人的成果复制进自己的演示文稿。迅达云资金雄厚，直接宣布免费使用1年，还在行业会上暗示微光科技只是个人作坊，数据安全无法保证。客户开始动摇，员工也有些慌张，陈默却没有降价。他带着团队继续更新系统，还特意上线了一项自动识别异常运单的功能。孙浩很快照着界面抄了过去，却不知道陈默故意把展示页面和核心逻辑拆成了2套，看上去相同的按钮，背后却需要半年积累的真实数据。迅达云上线第3天，就把300多笔正常订单判断为异常，自动拦截了价值2000万元的货物。最精彩的是，他还把一车冬瓜识别成了高风险电子元件，把12吨钢材判断成了生鲜食品。行业群里一夜之间笑翻了天。迅达云紧急甩锅，说是基层员工操作失误。陈默则公开了软件著作权、代码提交记录和公证材料，顺便附上了一份侵权起诉书。孙浩原本准备在发布会上踩着微光科技上位，最后却在发布会现场收到法院传票。大屏幕上还播放着那车被当成电子元件的冬瓜，绿得格外有法律意识。迅达云不仅下架产品，还赔了微光科技200万元。这一仗之后，微光科技在行业里彻底出名，客户从50家涨到400多家，可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。省物流协会公开招标智慧运输平台，项目金额4800万。微光科技和兆海的公司同时进入最后一轮。兆海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没有再轻视陈默，反而花高价挖走微光科技的一名销售，又托关系拿到了陈默的报价范围。竞标前一晚，兆海把价格压得比微光科技低了整整500万，所有人都以为陈默输了。陈默却在答辩现场没有先讲价格，而是提交了一份真实运行报告。报告显示，兆海公司演示的核心系统仍然依赖7年前的旧架构，最大并发量只有标书要求的一半。一旦进入货运高峰，整个平台很可能再次崩溃。更致命的是，兆海为了证明系统稳定，当场要求技术人员进行压力测试。10分钟后，大屏幕卡住；15分钟后，页面变白；20分钟后，兆海的额头开始反光。而微光科技的系统在同样压力下稳定运行，还自动拦截了一批伪造运输单。评审专家当场追加测试，陈默的系统全部通过。最终，微光科技以高出500万的报价中标。赵海脸色难看，却找不到任何借口。商业世界最响亮的耳光，从来不是谁提高嗓门，而是甲方宁愿多花500万，也不愿再买一次便宜。项目签约那天，陈默没有邀请媒体，也没有摆庆功宴，他只是给团队发了奖金，然后照常去学校接女儿。校门口，一名家长认出了他以前开网约车的旧轿车，随口感叹他最近似乎不怎么跑车了。陈默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车还是那辆车，方向盘还是那个方向盘，只是从前他开车追订单，如今有人拿着订单追他。半年后，微光科技年营收突破8000万，资本开始排队上门。一家投资机构开出3个亿估值，却要求陈默交出控制权。投资人认为，一个开网约车起家的中年程序员不懂资本运作，能走到今天已经属于超常发挥。陈默拒绝了，对方等着他资金链断裂，甚至提前联系了微光科技的客户，准备低价接盘。结果1个月后，周远联合20多家物流企业成立产业基金，以5个亿估值投资微光科技，并且不干涉经营。那家投资机构再次找上门时，
估值已经涨到了8个亿，陈默仍然拒绝。他不是记仇，只是服务器的错误日志可以清空，人脑的错误日志通常会自动备份。就在公司准备进军全国市场时，赵海的公司却因连续丢掉项目陷入危机，技术骨干大量离职，客户纷纷解约，银行也停止授信。赵海最终带着收购方案来到微光科技，他希望陈默念在旧情上接手公司，保住剩下的员工。所谓旧情，其实只有一张裁员通知书和3个月前那笔3万元的抢修费。陈默没有羞辱赵海，也没有趁机压到白菜价。他同意收购，但提出3个条件：拖欠员工的工资必须补齐，被违法辞退的人要重新核算补偿，公司管理层接受全面审查。赵海失去了公司，却保住了体面。签字时，他看见墙上那块陈旧的工牌，终于明白陈默为什么一直留着他。那不是怀念，而是提醒。他提醒陈默，不要成为曾经把自己赶出门的那种人。收购完成后，40多名老同事重新见到了陈默。当初有人嘲笑他去开网约车，如今却拿着简历排队参加微光科技的面试。陈默没有报复，也没有无条件录用，他让所有人靠能力说话。几名真正有本事的工程师顺利留下，2个曾经靠抢功劳升职的主管则被客气地请出了门。那2人走出公司时才发现，楼下停着陈默那辆灰色旧车。他们曾经以为那辆车是失败的证明，现在那辆车被微光科技放进了公司展厅，旁边写着第1间移动用户调研室。林婉是在新闻上看到这一幕的。他离开后并没有立刻开始新的感情，也没有等着陈默成功后回来分一杯羹。他重新找了工作，按时探望女儿，也为当初在最低谷时选择离开而愧疚。2人在女儿生日那天正式见面。林婉带来了那份一直没有提交的离婚协议。陈默平静地签下名字，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富，也没有用成功证明谁对谁错。他早已明白，逆袭不是让离开的人后悔，更不是把人生过成一场漫长的打脸直播。真正的逆袭是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留下，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尊重。他们没有复合，却保留了对彼此最后的善意。全国市场上线前1周，微光科技又遭遇了一次暗算。合作多年的云服务商突然通知核心资源到期，要求微光科技立刻接受3倍价格，否则将在24小时后停止服务。对方显然算准了时间，认定陈默不敢让3000家客户同时断线。消息传出后，竞争对手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宣传稿，只等微光科技崩溃，便能把客户全部接走。公司里一片紧张，陈默却只让行政订了几箱咖啡。他创业第1天就给系统准备了一地栽备，平时没人看得见，那套备用架构却像汽车后备箱里的备胎，用不上实战地方，真爆胎时就是命。团队连夜切换服务，所有客户只感受到一次不到3秒的页面刷新。第2天早上，微光科技反而发布了行业首个双云容灾方案，还向客户开放实时监控。那家云服务商不仅没等到陈默低头，反而在1天内失去了微光科技和他带来的20多家合作企业。竞争对手连夜写好的宣传稿也没有浪费，稍微改了几个名字，成了自己季度亏损的情况说明。这次风波让陈默更加确定，所谓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保证永远不断电，而是灯灭以后，自己手里还有第2根火柴。1年后，微光科技服务了全国3000多家物流企业。陈默登上行业峰会，台下坐着曾经拒绝过他的面试官，质疑过他的投资人，也坐着那些同样在35岁以后被贴上过时标签的程序员。主持人介绍他的创业经历时，把重点放在10亿估值和年度创新人物上。陈默却把那次300公里的网约车订单放在了演讲第1页。如果没有失业，他可能还在大公司里维护一套永远写不完的系统。如果没有开网约车，他不会看见货运司机的难处。如果没有妻子离开，他也许仍会把稳定当成唯一答案。生活曾经把他的工牌、职位、婚姻和体面一层层拿走，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产品经理，不给需求，不讲逻辑，只要求立刻上线。可陈默最终还是交付了。峰会结束那天，他没有坐公司安排的商务车，而是独自来到地下车库，开走了那辆已经修整一新的灰色轿车。他重新登录司机端，很快接到一个订单，上车地点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写字楼。一名40岁左右的男人抱着纸箱坐进后排。男人刚刚被裁员，眼神空洞，手机屏幕上还停留着招聘软件的巨信。陈默没有安慰他，也没有展示自己的身份，他只是平稳地把车开向目的地，并在订单结束前把微光科技的招聘页面发到了对方手机上。那个男人擅长数据库优化，正好符合公司岗位要求。1个月后，微光科技多了1名高级工程师，而陈默的司机账户里也多了一条5星评价。评价只有短短1行，感谢那位司机送了他1程，也给了他下1程。凌晨4点，城市仍然灯火通明，
有人被迫下车，有人狼狈转弯，有人暂时看不见终点。陈默曾经以为失业是人生系统弹出的终止程序，后来他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一条提示信息，提醒他当前道路拥堵，是否重新规划路线。他选择了重新规划，然后从一个被公司嫌弃的中年程序员，变成了制定行业规则的人。至于那位曾经说公司不养闲人的老板，后来成了微光科技的一名业务顾问。每次给新员工培训时，他都会主动讲起高速服务区的那次系统崩溃，因为他终于明白，千万不要轻易嘲笑一个失业程序员，他只是暂时没在写代码，也可能正在开车去收购你的公司。